这两种腰痛情况不一样，大家不要搞错了。很多人都是20、30岁人，50、60岁的腰。虽然腰痛有很多原因，但是大部分跟你日常习惯和身体胖瘦有直接关系。比如身体太胖就会增加腰痛概率，因为身体太胖直接增加腰椎间的压力，再加上缺乏运动，腰部肌肉力量偏弱，不能稳定腰部，腰痛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腰痛的感觉可以用坐立难安来形容，不仅身体难受，而且会直接影响工作和生活。下面教给大家2个办法，判断你是哪一种腰痛。第一种是弯腰测试和后仰测试。在弯腰过程中，如果腰痛同时屁股、大腿后侧、小腿后侧甚至脚部都有放射性疼痛，那么就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。在后仰过程中，如果没有明显疼痛，但是腿部、屁股有酸痛感或刺痛，那可能是椎管狭窄的问题。在弯腰或后仰过程中，如果出现腰部两侧肌肉酸痛，就是腰肌劳损的典型情况。第二种是站立和坐立的测试。一般来说，站着腰疼要重点看椎体，而坐着难受更多的是腰肌劳损。腰椎间盘作为腰椎中的一个软垫子，对腰椎起着支撑、连接和缓冲作用。腰椎之间压力变大以后，就会把腰椎盘中的髓核挤出来，压迫神经，产生腰痛、腿痛的问题。腰椎间盘突出以后，表现一般都是站立的时候疼痛明显，而卧床以后疼痛能减轻。这是因为站立的时候，人体重量会加重神经根的充血程度和脊髓血管的扩张，同时也可以加重对周围神经的刺激。其实腰椎周围的肌肉比较多，而且力量比较大，一般足以承担日常腰部的各种活动，但过度负荷、不当发力也可能造成这些肌肉损伤。如果是急性损伤，往往是在弯腰、腰部旋转的时候疼痛剧烈，但站立或坐立时，只要保持腰部姿势正确，就基本没有痛感。而慢性肌肉劳损以后，一般在久站、久坐、夜间、久卧以后容易出现不适。如果腰肌劳损反复发作，会造成腰椎不稳定，也容易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可能。这里可以再教大家一个测试办法，那就是直腿抬高测试。身体放松平躺，两腿并拢伸直，找一个人帮忙抬起其中一条腿，膝盖要保持伸直，看看腿能抬多高。如果抬到60度到70度也没有感觉到不适，那就不是腰突。如果抬到60度以内就痛得不行了，那基本就是腰突了。其实改善腰痛最重要的是改变生活中一些不良习惯，再配合做一些针对性训练，这样效果最好。好，咱们先说生活方面的改变。针对腰肌劳损，保持正确坐姿，在坐的时候最好使用一个靠垫，给腰部提供一下支撑。没有靠垫的，屁股要把凳面坐满，后背紧贴椅背，避免久坐、久站、久躺。在工作中要学会劳逸结合，建议坐3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。选择软硬合适的床垫，合理的床垫硬度有个3:1原则，比如3厘米厚的床垫，手压以后应该陷下1厘米。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躺，减少仰卧。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的改善，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适合打太极、散步、游泳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肌肉痉挛。严重的话要注意避免久坐、弓腰、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等不良习惯。下面教给大家5个针对性训练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小燕飞，这个动作能锻炼臀大肌和脊柱沿线的肌肉，并有效调动下背肌肉。针对腰椎间盘突出，非急性期可以在家自己练习一下。趴在地面上，两手在身体两侧，手脚伸直，头和手脚一起向上翘起。可以早晚各做1次，每次做3组，每组做10次。第二个动作臀桥，身体仰卧，两膝盖弯曲并拢，然后呼气抬起臀部，直到膝盖、臀部、肩膀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在这个位置保持5秒钟，然后吸气缓慢下放回到开始位置。可以早晚各做1次，每次做3组，每组15个。第三个动作平板支撑，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、臀大肌、腹直肌、腹外斜肌、腹内斜肌，提高核心肌肉的力量。身体俯卧，两个手臂弯曲，肘部支撑身体，身体基本成一条直线，核心收紧，保持身体笔直，尽量保持最长支撑时间。可以早晚各做1次，每次做3组，每组间隔2到3分钟。第四个动作死虫式，
身体仰卧，膝盖弯曲，大腿垂直地面，手臂伸直也垂直地面，收紧腰部肌肉，使腰部平贴地面，保持核心收紧，然后呼气，同时下放对侧手臂和大腿，直到手臂和大腿接近地面，然后再回到开始位置，然后交换另一侧，继续重复动作。这个动作可以早晚各做一次，每次做2组，一组做10个。动作5，鸟狗式，身体俯身4足支撑。在开始动作之前，应该适当收紧核心肌肉，然后同时抬起对侧手臂和大腿，直到大腿平行于地面。在最高点的时候，可以适当保持几秒钟，然后回到开始位置，交换另一侧，继续重复动作。可以每天做2到3组，每组做10个。好，这就是今天训练，大家有问题评论区留言，拜拜。